足足过了10秒，陈塘打开车门，和发懵的唐倩一起走下车之后，现场众人才反应过来，我靠，王八蛋，你疯了？知道公司大门多少钱吗？至少100万，你完蛋了，你赔得起吗？哎呦，这不是林氏集团的美女秘书吗？怎么上次没尽兴，这次又来找哥哥再续前缘？在闹哄哄的现场中，之前在门外准备拦截陈塘的那些壮汉，一窝蜂的全部冲进了大厅，里3层外3层的将陈塘和唐倩包围在中间。领头的正是一个秃顶的光头，脑袋上有一道刀痕，看起来狰狞凶狠。唐倩站在陈塘身边，看到这个光头之后，身体不由自主朝陈塘身后躲藏了一下。陈先生，上次就是他，这家伙号称光哥，上次就是他把我和林总逼在杂物间里，差点将我和林总侮辱了。若不是林氏集团的保镖及时冲进来，我们就……唐倩的话没说完，但陈塘眼神中已经露出了一抹冷冷的微笑。我陈塘的女人也敢动？你们最好不要乱动，我今天不是来打架的，我是来要钱的，让你们老板沈超出来。陈塘扫视了一圈周围的壮汉，目光最后落在光头身上。光头被陈塘犀利的眼神盯了2眼，心里有些发慌。哼，我以为是谁，原来是林家的那条狗嘛！傻逼废物，就你还想来要钱？老板不在，要钱没有？来人，将这傻逼打残，丢出去喂狗，我好好和唐倩美女聊聊人生。说话的同时，光头一脸色眯眯地盯着唐倩。美女，上次丝袜似乎才刚刚撕了一半啊，今天我们继续啊，哈哈。光头面前4个壮汉一字排开，钢管在手里敲打着，一步步朝陈塘逼近过来。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去死吧！4个混混一看就是狠角色，靠近陈塘1米距离的时候，脚腕猛然在地上一蹬，身体像猎豹一样朝陈塘扑过来，手里的钢管所招呼的全部都是陈塘的关键部位，心脏、脑袋，招招致命，小心！唐倩在陈塘身边娇喝一声，心里更是长叹一口气。陈先生，赶紧报警吧！哎，这个姑爷太倔了，早知道刚才就不能让姑爷任性。这里这么多人，姑爷怎么也不可能是这些家伙的对手啊！陈塘根本没有理会唐倩的话语，站在原地别动。陈塘对唐倩交代了一声，下一刻，身体在原地化作一道残影，冲到4个壮汉中间，砰砰砰，一阵杂乱的响声之后，唐倩根本没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便看见4个壮汉已经瘫软在地上一动不动，而手里的钢管居然全部被砸弯了。钢管凹槽的地方隐约有几个拳头的印子，姑爷刚才是利用拳头硬刚这些钢管。上，给我上，弄死他！光哥看到陈塘的功夫，声音不由有些颤抖，慌忙将2个壮汉推到前面，自己的身体则是慌忙朝后退着，心中则是将提供情报的小弟骂了个狗血淋头。麻蛋，不是说林初雪的那个窝囊老公什么都不会，就是一个纯粹的窝囊废物小白脸吗？可是现在陈塘一看就是狠人啊，光哥的速度很快，但陈塘的速度更快，脚腕在地上一弹，身体凌空而起，2个鞭腿将光头身边2个壮汉撞击开来。下一刻，陈塘已经一把抓住了光头的肩膀，一个过肩摔，轰隆一声将光头摔在唐倩的脚边，光头的身体结实地撞在水泥地面上，疼得都快背过气去。陈塘，你知道我是谁的人吗？你居然敢打我！你……没等光头话语说完，陈塘猛然一脚踩在光头的胸口上，打你是轻的，敢动我陈塘的女人，信不信我能杀了你？说话的同时，陈塘脚腕上暗劲一阵涌动，冲击的光头五脏六腑一阵生疼，脸色都扭曲变形了。周围的那些壮汉似乎还打算靠近，陈塘一把抓住光头的手掌，找到其中一根手指，咔嚓一声，直接朝后掰断。谁敢动一个试试？啊！畜生！你大爷！妈呀，疼死我了！
光头手指被折断，疼得嘴里发出一声剧烈的惨叫，忙不迭地呵斥着周围的壮汉道：都给我住手，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过来。见周围的壮汉都顿住了身形，陈塘这才松开光头的手掌。陈塘，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光头被陈塘踩在地下，忍着剧痛朝陈塘询问道。陈塘冷哼一声，我想怎么样？我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我是来要账的，让你们老板沈超下来。老板真的没在公司啊？光头趴在地上还在狡辩。陈塘二话不说，抓住光头的手指，再次折断一根，还跟我嘴硬吗？哼，这就当是对你动我老婆的惩罚。若是不说，下一次那可就是2根一起了。光头疼得都快要晕过去了，哭丧着脸道：陈少饶命，我是真不知道啊，我只是接到老板的电话，奉命行事而已。光头话还没说完，一个戴着眼镜西装中年男子，在2个迷彩服青年的保护下，快步从2楼的楼梯口现身。住手！陈先生远道而来，深谋有失远迎啊。看到这个中年男子，唐倩连忙对陈塘道：陈少，这位就是宏发物流的老板沈超，人称笑面虎。陈塘看了沈超一眼，心中冷冷一笑。笑面虎？陈塘当然知道，在来之前，庞老可是将关于沈超所有的资料都发给了陈塘。沈超，别给我玩虚的，还钱！陈塘将装着欠条的文件袋丢到沈超面前。欠款4、5年了，也该还了吧？沈超扶了扶眼镜，不咸不淡的一笑道：陈少太为难沈某了啊，不是我不还钱，实在是公司没钱啊。陈塘嘴角一抽，松开脚下的光头，一步步朝沈超走过去。沈老板，咱们都是文明人，非要逼我动粗。在距离沈超不到2米的时候，沈超身边2个迷彩服青年各自朝前一步，身上的杀气没有任何保留的释放，气劲强烈涌动。一刹那间，陈塘不由一愣，哦，武道高手？沈超居然能找到2个踏入武道化境层次的高手当保镖。化境层次，以气化境，这算是武道入门，但却是突破普通人极限的第一步。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飞地跨越。这个沈超还真不一般啊。陈塘稍微犹豫了一下，门口却突然响起一阵鼓掌声。赵成义带着2个保镖一边鼓掌一边朝大厅里走来。哎呦，这不是林家的狗女婿吗？早上不是很牛吗？公司缺钱了，到这里来乞讨。来啊，摇个尾巴，我可以让沈总给你丢点骨头哦。赵成义早上在林家别墅里，本来是和林峰等人策划好去羞辱陈塘，顺便抢走林初雪的，结果没想到却被陈塘一顿骚操作，将赵成义都快虐哭了，打脸一阵接一阵，一口憋屈的怨气，此时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陈塘居然还想从自己赵氏集团下属的子公司里要钱，开玩笑。对于赵成义的出现，陈塘一点也不意外。想到自己手里的资料，陈塘心头一笑，这个赵成义来了，反而更有利于计划的执行。赵公子啊，我没尾巴可以摇，难道赵公子你有？要不你给大家示范一下。论怼人，陈塘还真的一点儿都不虚火。赵成义没讨到什么好处，脸色有些不爽。陈塘，你这个傻逼玩意儿，老子也懒得跟你废话。麻蛋，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哼，既然你自投罗网，那就别怪我顺便搞死你。给我动手，往死里揍，揍死了算我的。赵成义狠狠对着周围宏发物流的那些保安呵斥道：今天只要动手的兄弟，每个人1000块红包。这些保安每个月的工资也才几千块，赵成义开口的红包便是他们工资的1/3。这些人顿时像打了鸡血一样，蠢蠢欲动，便打算朝前冲击。不过这些保安毕竟都是沈超的属下，动手前眼神都朝沈超看过去，等待着沈超最后的命令。沈超对公司的员工训练还是很苛刻的，可以说是令行禁止，所以这些保安实际上只听沈超的命令。陈塘眼神在沈超身上扫了一眼，嘴角浮现一抹邪魅的微笑，
沈老板，你对公司的管理似乎还不错嘛。哼哼，我想我们可以聊聊。说话的同时，陈桃上前2步走到沈超身边，打开了手机。沈超身边的2个武道高手保镖有些警惕地阻挡了陈唐一下。沈超也是满脸谨慎的道：陈少，我们没什么好聊的，别说那么绝对嘛。比如说关于沈总儿子沈浪的事情，我想沈总应该很感兴趣吧。陈唐低声对沈超只透露了半句话。沈超顿时脸色大变，不顾2个保镖的阻拦，沈超一把将2个保镖推开，快步朝前，一把抓住陈唐的手臂，眼神死死朝陈唐的手机上看去。陈少，你说什么？你知道什么？沈超老来得子，而且也只有唯一的一个儿子，但很可悲的是，在2年前，刚满18岁的儿子沈浪却突然遭遇了一场车祸。车祸的结果更悲剧，沈浪其他所有的身体部位都完好无损，但却唯独蛋碎了，而且是永久无可愈合的那种情况。简单点说，沈浪失去了男人的功能。而沈超本身年纪也不小了，虽然他不断和女人鬼混，却再也生不出任何一男半女，所以沈家绝后了。当年那场车祸太诡异了，沈超不止一次怀疑是有人故意要整沈家，但不管沈超如何调查，却就是查不出原因。而现在陈唐突然聊到这个问题，沈超自然激动了。若是真的是有人在背后暗算沈家，就算拼了老命，沈超也要咬对方一口。陈唐眼睛扫了一眼远处一脸得意的陈唐，伸手将手机上一个视频点开，视频画面非常清晰，里面记录的居然是赵成义和几个青年。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沈超却听得清清楚楚。沈浪那傻逼居然敢跟我赵成义抢女人，哼，你们等着，我这就打电话找人撞死他。视频后面还有很长一节，但陈唐却没有继续往下播放。退出视频播放之后，陈唐再次点开了几张照片，照片上正是赵成义和司机交谈的画面，转账的记录。这些资料看到这里，根本不用陈唐多说，沈超什么都明白了。所以当年自己儿子差点被撞死，沈家绝后的幕后真凶，原来居然是赵氏集团的大少爷赵成义，就是这个自己平时毕恭毕敬的少东家。混账王八蛋，来人，给我砍他！沈超气得脸色一片铁青，几乎是咆哮着对周围蠢蠢欲动的保安呵斥道，但手指所指的方向就不是陈唐，居然是赵成义。本能打算动手的那些保安一瞬间懵逼了。沈总，您没指错吧？沈超一脚狠狠踹在那个保安的屁股上，暴跳如雷，抗，你眼瞎啊？老子说的没错，给我砍死赵成义这个王八蛋，就是他让我沈家绝后了。所有人每个人奖励1万。站在不远处的赵成义本来还在等着看好戏，看到陈唐被保安狂揍的情景，但他却没想到情况陡然如此逆转，沈超居然发疯了一样命令手下对自己下手。听到沈超后面一句话，赵成义立马明白了，当年的事情怕是暴露了，这个陈唐居然知道当年的事情。沈超，你疯了！你别忘了，我赵氏集团在你公司还有投资。赵成义嘴里一边呵斥，一边忙不迭地在几个保镖的保护下疯狂大厅外逃窜而去。而在赵成义背后，宏发物流的这些保安一个个不要命地朝赵成义疯狂追击而去。冲在最前面的几个保安手里的钢管还真的在赵成义脑袋上砸出了几个大包，但很快被赵成义的几个保镖打趴下。大厅里，沈超看着自己那些保安不给力，将自己身边2个保镖呵斥出去，自己从保安手里抢过一根钢管，也打算冲出去。陈桃连忙伸手一把抓住沈超，微笑道：沈总，欠我们林氏集团的欠款您看。沈超大手一挥，对着背后跟着的一个戴眼镜的男子道：马上，还必须还，张总监马上带陈先生去转账，算上这些年的利息，就转账2500万吧。话语顿了顿，沈超对陈唐迅速道：
陈少，今天我这里有点忙，等这里忙完了，沈某再登门感谢。好。陈塘站在原地看着沈超挥舞着钢管，跟着一群保安疯狂追击着赵成义，嘴角浮现一抹微笑。跟我斗？哼！唐倩站在陈塘身边，亲眼目睹了这戏剧化的一幕，整个脑袋都是凌乱的。这就还钱了？刚才那些保安不是还要狂揍陈塘的吗？怎么突然要杀赵成义？究竟发生了什么？唐小姐，陈先生，这边请，我们去办理转账手续。在旁边戴着眼镜的张总监招呼了陈塘和唐倩一声，唐倩几乎是机械性的回应了一句好。张总监带着唐倩和陈塘到2楼财务室，将2100万转账结束之后，唐倩还有些发懵。张总监配合两人再次下楼的时候，沈超手里提着钢管，正在狂暴地打电话。喂，王麻子，召集兄弟们帮我砍个人。对，事成之后1000万。什么？你不敢？怂包。很显然，赵成义在几个保镖的保护下应该是逃走了。沈超接连打了好几个电话，但很恼火的是，沈超所找的那些一听到说沈超要对付的是赵成义，便全都怂包了。毕竟宏发物流也算是赵氏集团投资的子公司，整个赵氏集团在云城的能量和沈超不是一个层面的。沈超虽然知道赵成义就是仇人，但想要对赵成义动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一个父亲想要为儿子报仇，但无能为力。陈塘和唐倩两人朝着大厅里奥迪走去，路过沈超身边的时候，陈塘脚步顿了顿。沈总想为儿子报仇？沈超眼睛一片通红，看见是陈塘，情绪稍微控制了一下，想拼了老命也想，赵成义那孙子。陈塘淡淡一笑，伸手快速在手机上编辑了一条短信，然后发给了沈超。沈总拿着短信上的内容去找周家家主周明，或许对你可能有些帮助。沈超有些疑惑地打开手机短信，短信上只有一张照片，似乎是一个别墅的照片，除了照片之外什么都没有。周家那可是云城2大霸主之一啊，云城财团前3的存在。沈超本身虽然也是亿万身家，但想要见周明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况且就凭一张照片去找周家家主周明，周家难道还会帮助自己对付赵氏集团不成？沈超刚准备开口，陈塘从车窗里探出脑袋道：沈总，不用怀疑我的能力，将这张照片拿给周明，他会明白一切。下一刻，陈塘一踩油门，奥迪车倒档飞速离开公司大门。沈超在原地迟疑了片刻，从手机里找到一个号码，满脸恭敬地拨通。周家主您好，我是沈超。哦，没什么印象。你找我有什么事吗？电话那头，一个男子的声音充满着一股自然的上位者威严。沈超深呼吸一口，如实将短信上的内容给周明徐叙述了一遍。周家主，有人给了我一张照片，似乎是一个别墅的照片，说您看到照片就明白一切。您看。不等沈超的话语说完，电话那头的男子呼吸顿时变得急促起来，直接打断了沈超的话，言语无比激动，似乎还有几分压抑的愤怒。别墅照片？沈总，快，你在什么地方？我马上来找你，咱们当面详谈。沈超顿时懵逼了，一张照片的威力这么巨大。我在公司，要不还是来找您吧。不用，我20分钟之后到。半个小时后，林氏集团总裁办公室里，唐倩将转账的银行卡放在桌子上。林总，2000万要回来了，我们把宏发物流的大门都撞碎了，但他们老板似乎还一脸感激的样子。姑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牛啦？唐倩一边叙述，一边手舞足蹈，显得无比激动。林初雪伸手将桌子上的银行卡拿起来，眼睛一时间也有些失神。是啊，陈塘什么时候就变得这么牛了？难道是自己之前太忽略了陈塘吗？一直以为陈塘只是10年前爷爷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孤儿罢了。但林初雪没想到，自己5岁的时候就已经和陈塘产生了交集。陈塘人呢？
林初雪一边登录银行卡网银，一边朝唐倩询问道。唐倩长叹一口气，姑爷说她还要去 KTV 上班，真搞不懂，姑爷明明那么厉害，若是到公司来帮林总，那多好啊，非要去 KTV 上班。林初雪嫣然一笑，随他吧，从林氏集团公司离开。陈塘想了想，最终还是将迈巴赫开走了。这么一辆拉风的迈巴赫放在公司，太惹人注目了，若是被林初雪发现了，那自己的身份岂不是就暴露了？开车赶到皇家 KTV， 在附近的停车场停好，进入 KTV 1楼接待大厅的时候，距离 KTV 开张还有不到10分钟。KTV 里所有的服务员都在1楼集合， KTV 领班刘经理正在给众人训话，大家今天都放精神点，老东家说了，皇家 KTV 已经卖给了新的老板，说老板下午会来巡视，都给我放机灵点。大厅中间摆放着一张单人沙发，旁边的桌子上还放着鲜花、新鲜水果，应该是给新来的老板准备的。刘经理在突然看到进门的陈塘，顿时一脸怒色。陈塘，你被开除了，还滚来干什么？昨天在皇家 KTV 里，陈塘抡起啤酒瓶，将张老板修理了2顿，差点给 KTV 带来灭顶之灾啊！然后后面刘爷前来化解了暂时的危机，但陈塘却上了刘经理的黑名单。皇家 KTV 究竟卖给了谁？陈塘再清楚不过了。庞老亲自安排这家 KTV， 现在他就姓陈，陈塘的陈，只是刘经理和这些保安服务员都不知道罢了。陈塘没有理会刘经理，而是自顾自地越过众人，走到前面那张单人沙发上坐下，伸手在水果盘里拿起一颗葡萄放进嘴里，很甜的。在场的服务员和保安、刘经理等人全都一阵懵逼，这小子疯了吗？昨天在 KTV 里闯了那样的大祸，今天居然还敢这样大摇大摆的来 KTV。 刘经理3步并作2步冲到陈塘面前，伸手一把抓住陈塘的手臂，狂躁地呵斥道：傻逼，你他妈脑袋有病吧，滚，这是给 KTV 新老板准备的，是你这种垃圾能做的吗？话语顿了顿，刘经理朝几个保安使了个眼色，来人，将这智障玩意儿给我轰出去。这几个保安平时和陈塘关系还不错，看着陈塘的行为，也不由长叹了一口气，上前2步道：陈哥，要不你还是先出去吧，别让兄弟们为难。看到几个保安怂包，刘经理气呼呼地飞起一脚，便准备朝陈塘身上踹过去。为难个鸡毛，对这样的傻逼有什么好说的？眼看刘经理就要一脚踹在陈塘身上了， KTV 门口突然响起一阵暴喝：住手！一群4、5个人哗啦啦冲进来，领头的是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青年。看到这个青年，刘经理的腿脚硬生生顿住，满脸堆笑的道：丁哥，您怎么来了？我这里处理一点内部的事务，您这样插手似乎不太好吧？这个青年名叫丁杰，刘天雄手下最得力的大将之一。丁杰冷哼一声，快步上前2步，狠狠瞪了陆经理一眼：插手你们内部的事务？呵呵，你知道他是谁吗？丁杰伸手指了指坐在沙发上吃水果的陈塘。刘经理心中已经有种不祥的感觉，但却硬着头皮道：他还能是谁？林家的那个窝囊上门女婿，一个智障而已，难道丁哥和他很熟？丁杰无奈长叹一口气，恭敬地对陈塘抱抱拳：他就是你们的新老板。啥？所有人都愣住了，全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丁杰。丁哥，你弄错了吧？陈塘不过是一个窝囊的上门女婿，买下皇家 KTV 至少要好几个亿吧，他怎么可能？刘经理说话的同时，不由伸手摸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丁杰作为刘天雄的得力大将，一般小事情都不会轻易露面，而且在这样的事情上，应该也不至于开玩笑吧？丁杰冷笑一声：刘经理，你觉得我这么无聊？看清楚这是什么？丁杰将手里的文件袋打开，将一叠合同塞到刘经理怀里。刘经理有些发懵地将合同打开，迅速扫了一眼，这是一份转让合同，
看到最后受益人落款的名字陈塘，所以说陈塘新老板真的是陈塘，而自己昨天今天那样侮辱陈塘，刚才还打算踹陈塘，这刘经理顿时感觉双腿一软，身体不由自主地朝地上跪下去。陈少，我错了，我真的不知道您是老板啊。此时刘经理想死的心都有了，麻蛋，谁能想得到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一个小服务员，摇身一变居然变成了 KTV 的老板。陈塘坐在沙发上拍了拍手，似笑非笑地盯着刘经理道：刘经理，那你说说看，现在我有没有资格坐在这里？刘经理像鸡啄米一样忙不迭地点头道：有资格，有资格，太有资格了。我错了，陈少，我瞎了我的狗眼。刘经理跪在地上，自己张开双臂，左右开弓，左一巴掌右一巴掌，狠狠抽在自己脸上，那可是货真价实的抽脸啊。眨眼间刘经理两边脸都浮肿起来了，一巴掌接一巴掌，下面站着的上百员工感觉自己的脸似乎都有些生疼。丁杰恭敬地走到陈塘面前，低声对陈塘道：陈少，老板的车就在门外，老板是怕他出面太过于高调了，所以让属下来。陈少，您看要不通知老板来一趟？陈塘摆摆手：不用了，这样挺好。丁杰点点头，扫视了一眼大厅里上百的员工，冷喝一声：都还傻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叫老板！老板好，见过新老板。下面那些员工异口同声，不由自主地弯腰鞠躬90度。关于陈塘的事情昨天在 KTV 里都传开了，陈塘为了自己的老婆冲冠一怒，和张老板硬刚，皇家 KTV 的服务员包括那些保安暗地里都很敬佩陈塘的。更何况昨天刘天雄这样的大老卡开口救了陈塘一次，而今天刘天雄手下的得力干将亲自送来合同，那么陈塘的背景就很值得玩味了。似乎陈塘背后不只是林氏集团啊，云城两大霸主之一的刘天雄怕是和陈塘应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吧。好，大家好，都是老熟人了，大家不必这么拘束，都放松点儿，以前怎么样照样该怎么样。陈塘和众人打了个招呼，继续开口道：其实我也不算是什么真的老板，只不过是刘家主看得起我，让我帮忙看场子罢了，是吧？说话的同时，陈塘朝丁杰转头询问了一句：啊！丁杰不由一愣，这个陈少的真正来历丁杰不太清楚，但老板说了，他在陈少面前都不过是一条狗，那么陈少的地位可想而知，而陈少却如此低调。是的，这都是我老板的意思，以后就请大家配合陈少的工作。等丁杰话语说完，陈塘对丁杰摆了摆手，没什么其他的事，要不丁哥先去忙。好，陈少。丁杰转身带着几个手下离开了 KTV 大厅。陈塘这才对跪在地上的刘经理开口道：行了，刘恒经理，起来吧。这个刘恒虽然平时为人刁钻刻薄了点儿，但其实管理整个 KTV 还是有一套的，特别是在云城如此盘根错节的环境下，刘恒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算是非常不错。既然刘恒认错了，陈塘也没打算跟刘恒两人结下个生死之仇。听到陈塘的话，刘恒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忙不迭地站起来，恭敬地道：多谢陈少，以后刘某一定为陈少马首是瞻。陈塘点点头，眼神在人群中扫了一眼，却没有看到总经理徐云的踪迹，不由眉头一皱：刘恒，云姐人呢？怎么没看到云姐？刘恒是皇家 KTV 的大堂经理，负责外部事情，算是二把手，而徐云则是 KTV 内部总负责人，是总经理除了老板之外真正的一把手。陈少，云姐先打电话说家里有点事情，要晚一点才过来，所以今天欢迎新老板的仪式就是我代他组织。刘恒有些讨好的道。整个 KTV 的人都知道陈塘和徐云的关系不错，昨天开除陈塘，刘恒都是先斩后奏。徐云知道后大发雷霆，还狠狠将刘恒批评了一顿。云姐家里出事了，
陈塘皱着眉头还没说话， KTV 门口一道亮丽的身影风急火燎地冲进来，紫色的连衣短裙 V 领之下，白皙的锁骨清晰可见，头发盘在后面，女人30岁左右，彰显着一股熟女特有的韵味。正是匆忙赶来的徐云看见站在前面的陈塘，徐云脸上浮现一抹惊喜。陈塘，你又回来啦？刘恒这混蛋没欺负你吧？我正想着给你打电话呢。徐云的话语落下，现场所有人脸上都不由浮现一抹怪异的神色。刘经理还敢欺负陈塘？疯了吧？陈塘现在可是 KTV 的老板啊！但阴差阳错之下，徐云却根本不知道陈塘已经就是新任的老板，还在担心陈塘的安危。这个皇家 KTV 开了也有些年代了，陈塘上大学的时候，徐云就在这里工作。那个时候陈塘经常出来做兼职，兼职的地方就在皇家 KTV 徐云手下。一直以来，徐云就非常照顾陈塘，给陈塘安排的尽量都是轻松的活，而结算工资的时候都会多给陈塘结算一点。虽然钱不多，但那个时候陈塘被家族封杀，在林家寄人篱下，在几百块钱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一笔收入了。有的时候陈塘在 KTV 工作太晚了，徐云就让出自己的办公室，让陈塘在 KTV 这边休息，还经常带陈塘出去请客吃饭。两人相差6、7岁，像是姐弟，但又不是姐弟，关系很微妙。听见徐云的话，刘恒浑身一哆嗦。徐总，陈少塔。刘恒刚准备开口，陈塘直接打断了刘恒。云姐，刘总对我很好呢，他又同意我回来上班了，所以以后又要云姐多多照顾呢。大厅里 KTV 的那些员工心中都不由一阵无语。陈塘是回来上班呢，还需要徐云照顾。现在陈塘是整个 KTV 的老板，好吧？谁照顾谁？这个陈塘扮猪吃老虎上瘾了吧？现场所有人都知道陈塘是公司老板，但却唯独徐云不知道，这样吗？刘恒，你还算干了件人事儿，放心，以后有姐罩着你，谁敢欺负你，我徐云踹死他。徐云一把勾住陈塘的脖子，亲昵地在陈塘旁边道：好。陈塘微笑着应答了一声，眼神扫了一眼刘恒和周围的那些同事员工，使了个眼色，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正是让他们暂时保密，不要暴露陈塘的身份。云姐从陈塘上大学的时候就照顾陈塘，陈塘对徐云还是非常感激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陈塘陡然一下变成了富二代，还买下了整个皇家 KTV。 陈塘怕徐云知道了真相会破坏两人之间的关系，徐云松开陈塘，看了一眼大厅中间摆放的沙发和桌子，皱眉道：新老板了？不是说今天新老板要来吗？是我错过了？刘恒眼神有些躲闪，心中暗道：新老板明明就站在你面前好吧？但刘恒也不笨，自然知道关于陈塘的身份肯定不能暴露，脑袋一转连忙开口道：那个新老板已经来过了，是刘天雄家族手下的丁杰丁哥。听见刘恒的话语，陈塘一愣，暗中都不由给刘恒竖了一个大拇指。这个刘恒还算很机灵嘛，丁杰的确到这里来过，但实际上代替刘天雄宣布陈塘就是新老板这个事情罢了。但前后事情联系起来，若是将新老板安排到丁杰身上，完全合情合理。刘天雄的手下丁杰？徐云一皱眉头，眼神朝另外的保安队长询问道：这么说 KTV 实际上是被刘天雄买下来了？那个保安队长眼神在刘恒和陈塘身上晃荡了2下，点头道：是的。徐云点点头，行了，都别愣着了，时间也差不多了，都开工干活吧，准备开张。是。皇家 KTV 所有员工散场，各行其事，整个皇家 KTV 开始充满了勃勃生机，陆续有客人开始进场。陈塘作为服务员也进入更衣室换衣服准备工作。换好衣服，陈塘路过徐云总经理办公室的时候，房门虚掩着，远远的陈塘便听到徐云急促的声音：什么？
你说我奶奶病情突然恶化，要马上动手术，要100万。好吧，我马上到医院来。陈塘心中咯噔一跳。云姐的奶奶生病了。上大学的时候，徐云带陈塘去过她家，陈塘还吃过奶奶做的饭。连续几天，陈塘都注意到了，徐云脸上都布满了忧愁，原来是为这事儿发愁。挂断电话之后，徐云有些焦躁地在房间里来回走了2圈，最终拨通了另外一个电话，小米贷款中心吗？我想把我市中心的房子抵押了，要快，最迟明天早上我要100万。听到这里，陈塘明白了，云姐差钱。虽然对于陈塘家族来说，1个亿都只是毛毛雨，但徐云不过是南城一个普通人罢了。徐云父母很早就死了，徐云还要养一个病重的奶奶，这些年积攒下来的积蓄，够在云城中心买一套房就不错了。陈塘长叹一口气，转身离开徐云的办公室门口，在旁边的杂物间拿了一个黑色的垃圾袋，快步出门。皇家 KTV 旁边就是一家银行营业厅，陈塘手持的是环球金卡，有尊贵 VIP 权限。5分钟后，陈塘用黑色的垃圾袋装，这100万现金重新回到皇家 KTV 门口，恰好遇到急匆匆出门的徐云。云姐这么着急，出什么事了吗？陈塘明知故问。徐云眉头都皱成了麻花。陈塘，我奶奶生病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要去医院一趟。说罢，徐云快步朝门口的一辆丰田走过去，按下了车钥匙。徐云刚进入驾驶室，陈塘提着一个黑色的垃圾袋，也跟着坐上了副驾驶室。云姐，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奶奶吧。好吧。徐云不知道陈塘手里提着一个垃圾袋想要干什么，但此时徐云心中焦急得不得了，也没有心思多问。20分钟后，云城人民医院3楼308病房里，一个秃顶老头正在和一个白大褂医生争吵。你们什么意思？有没有职业道德？人家老奶奶孙女不是马上过来吗？你们凭什么要把人家赶出去？在旁边的一张病床上躺着一个虚弱的老奶奶，一个护士正在伸手拔掉老奶奶鼻孔里的氧气管。领头的那个白大褂医生伸手拦住秃顶老头道：老头，你最好别多管闲事儿。这个老东西的孙女，一个在 KTV 上班的，能有多少钱啊？还不趁早将病床腾出来，孙总的母亲都排队等着呢。一番呵斥之后，白大褂医生对另外几个护士道：别磨磨蹭蹭的，赶紧将他抬出去，放在外面的椅子上，等他孙女接回家，早点准备后事吧。话音落下，白大褂一声一脸讨好的对旁边一个西装男子道：孙总，您放心，马上就好，我马上让人换上洗干净的床单，您母亲马上就可以办理入院手续了。